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回到了他忠诚的白宫。典礼现场更是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热土啊！这是首次打破常规，邀请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礼。阿根廷总统米莱、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一众豪杰到场。为了避免热心人士来此共襄盛举，现场安保更是史无前例，智能安检全面启动，空中无人机实时监控，2.5万名警察特工高度戒备，从白宫到国会全面限行。中心区还安装了华盛顿有史以来最长的围栏，长48公里，高2米。这次典礼也是最豪的一次，筹到了史无前例的近2亿美元捐款，超过拜登和奥巴马筹款总额。像军工巨头洛马科技巨头谷歌、华尔街大佬高盛，还有正被调查的加密货币公司银路以及枪击案被骂的医疗集团争相慷慨解囊100万美元，就连曾封禁川普账号的小扎也主动上供100万。就这多少人想跪还没这门子呢。据路边社消息由于行情太过火爆，捐钱土豪太多喽，这次即便想捐100万也得排队，但依旧挡不住富豪们为特朗普庆贺的热情。当然了，这钱不白捐，按既往行情只需捐100万即可获得6张门票，除了参加就职仪式，还能与总统及第一夫人共进烛光晚餐。捐的越多，好处越多，特邀 VIP 甚至享受典礼主席台荣誉席位，与总统家人及重要嘉宾就座，还附赠新内阁招待会等重要派对邀请函的一条龙服务，就问你划不划算？用川普自己的话说第一任期每个人都和我作对，但现在每个人都想成为我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刚换新的旧键盘的星辰有道是当年败选万人乐，如今登台天下贺。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聊摆在特朗普 2.0 的 MAGA 大刀面前到底有多少挑战呢？首先是前任的坑。2025年1月，善于睡眠的稀松工作热情突然出现了从夜袭寡妇村到横扫拜占庭的飞跃。离任前发布行政令，进一步管控 AI 芯片。从今儿起咱美利坚的芯片出口也要批条子了小提一嘴，拜登的芯片分级禁令主要分3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美国的18个挚爱亲朋，不受限进口芯片，而新加坡、以色列等120个国家被列入第2等级，能进但只能进一点点，剩下24国则被完全禁止进口先进 AI 芯片。对于总统先生这一壮举，甲骨文公司、美国半导体协会纷纷发文反对，英伟达更是直接破防，在官网指名道姓口吐芬芳。这是什么呀？这是损害国家利益，这是破坏美国领导地位，这是对半导体的官僚控制，对美国安全毫无作用。怎么说呢？第一等级的18个国家，大多数连互联网浪潮都没跟上。你买那么多先进芯片，拿回家修高铁吗？其次，抛开把以色列放第2等级这一不遵妇道的行为，欧盟更是躺枪。11月，波兰刚宣布投资10亿支持 AI 产业，结果它在第2等级。12月，欧盟宣布在欧洲7个站点投资15亿欧，建立 AI 优化的超级计算机，结果希腊和卢森堡也被限了。另一边东大更先进的 910C 正在量产，虽然产能不足，但性能基本持平 H800。一纸禁令相当于把一半未来的算力市场送竞争对手，图啥呢？图160吗？最后如果佩洛西她丈夫的七舅老爷家的3大爷他大侄的日本公司进口芯片后转手倒卖赚点零花钱，你这不成了史密斯专员指定分销商不仅如此离任前1周，拜登又接连下令加强网络防御，对造船业发起301调查，限制进口电动车软硬件，签字笔都快被搓出火星子了。离职讲话中更是敦促新政府帮助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其实原因很简单，法案生效需要时间呢，如果最终有效，那就是我拜登为帝国鞠躬尽瘁留下的最后遗产。倘若闯出什么祸事，不好意思都怪特朗普就完事儿了。结果1月19日，特朗普也宣布，宣誓就职后几小时内就将签署行政命令，撤销拜登的每一项激进且愚蠢的行政命令。同样的，还有 TikTok， 由拜登签署的 TikTok 不卖就禁法案，原定最后生效期在特朗普上台前1天。好消息是，拜登宣布离任前不会执行禁令，而是交由特朗普处理。坏消息是1月17日，最高法院裁定支持 TikTok 不卖就禁法案。1天后， TikTok 通
通知美国用户，除非拜登紧急干预，否则19日准时暂停服务。然后他还真主动停服几个小时，直到川普承诺上台后延长禁令生效期后才恢复服务。现在问题摆在特朗普面前啊，不执行禁令，这个两院通过，总统签字确认，最高法9-0全票支持的法案，你用什么手段翻案呢？让法案1秒变废纸？得了，民主法治不保，联邦体制要玩啊！那执行禁令呢？得罪1.7亿 TikTok 难民。问题在于舆论发酵至此，不管谁经手封禁，一顶不民主不自由的帽子扣上来，真一根筋变两头堵。更严重的是，老美还有不少行动派。1月20日，一美国男子被捕，罪名是不满 TikTok 禁令，愤而向国会议员办公室纵火，导致威斯康星州一购物中心被烧毁。最新消息是，特朗普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准备让美国公司收购50%股份，就这也违法，因为法案要求的是完全卖给美国公司。鲁迅有云呐，西宗一张嘴啊，不是大病就有鬼。12月，拜登金口一开，海军未来几年将新建福特级第5艘、第6艘航母，命名定好了克林顿号和布什号。不少人调侃要给克林顿号呢配个莱温斯基号补给舰，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克林顿号能不能造出来还是个未知数。目前福特级造价接近150亿，虽然钱花得多，好在船厂更慢。星座级、伯克3都在延期。福特3号舰、4号舰遥遥无期。以华盛顿号航母为例，原计划4年的中期大修，但用了6年，船厂才完成工作。当然了，作为即将退位的前总统，拜登只需要动笔就好了，而新军建作的特朗普要考虑的就很多了。好消息还不止一个。2024年12月，美国空军宣布决定是否取消美国6代机 NGAD 计划的时间将暂时延后。干嘛呢？也是要把决定权给特朗普啊。介绍下 NGAD 项目2014启动，计划2030年代部署。抛开原型机至今没露面不谈，研发到2024年7月，空军宣布对项目停工审查。根据空军部长肯德尔的说法， NGAD 完成研发至少要200多亿美元，至于多少不好说啊，难说。更离谱的是 NGAD 的单价预计是 F-35 的3倍，2.5至3亿美元。而目前 F-35 已经爆出维护加研发加采购的预估全寿命成本超2万亿。还有高手呢，在川普上台前夕，海军向国会提出30年造舰计划，预计耗资1万亿美元，购买85艘新舰艇，应对全球威胁。没错啊，海军这个1万亿造舰的宏伟蓝图，最终也得摆上特朗普的办公桌。总之啊，都得加钱。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那政府有钱吗？2024年11月，美国国债突破36万亿，而7月刚破35万亿。从34万亿到35万亿美元用了半年，而35万亿到36万亿近3个多月。可以说，美国国债将来就算一周涨1万亿的盛况，也不足为奇了。啥？开源节流？马斯克曾承诺每年6.5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至少削减2万亿美元，但现在他改口了啊！最近接受采访时呢，马斯克表示我们会努力削减2万亿，就是削减2万亿不太可能啊！至于承诺成立政府效率部，裁掉75%政府部门，裁掉大量员工，马部长至今的成果是-2。一是要成立了效率部，另一个是特朗普宣布成立美国关税局 ERS。什么？川普和老婆已经在发空气币割韭菜了啊？好吧，当我没说啊。后来坊间有诗一首600日来全握，300里地山火，曾经败选万人乐，白宫宴上受冷落，岁月复蹉跎。一朝重登大位，到处生机勃勃，最是羊斗封禁日，国会山前奏欢歌，黑锅何其多。虽然 TikTok 难以封堵，海陆三军嗷嗷待哺，国债增速势如猛虎，东大威胁如刺在骨，但最大问题还在内部。为了避免出现 1.0 时代总统夹菜我转桌，总统讲话我唱歌的内讧，本届特朗普内阁只要3种人：忠诚，还是他妈的忠诚啊！首先呢，是即将上任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作为国民警卫队步兵上尉、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1月14日，这位老哥顶着出轨、家暴、性侵、酗酒等多重荣誉头衔，在国会任命听证会上不负众望，上演了一出一毒乱回的名场面。
How many nations are in ASEAN, by the way? I couldn't tell you the exact amount of nations in that, but I know we have allies in South Korea and Japan and in AUKUS with Australia, trying to work on submarines with them. Mr. Hegseth, none of those countries are in ASEAN. Across. 最后，议员大姐那声叹气啊，像极了拿到孩子期末0分成绩单的无奈家长啊。东盟啊，不是东边的盟友啊。另外，川普提名的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更是神人。他的伟大发现包括 WiFi 致癌、校园枪击案与抗抑郁药有关，艾滋病可能不是由 HIV 病毒引起的，疫苗呢会导致自闭症。在提名公布后啊，来自医学、化学、经济学和物理学等领域的77位诺贝尔奖得主签署联名信，要求参议院驳回提名，让这货负责卫生部，这不是让张飞研发光刻机吗？他能搞吗？搞不了，没这个能力，知道吧？但川普不为所动。对了，小肯尼迪呢也曾被指控性侵。还有高手呢，教育部长提名人麦克马洪及其丈夫因涉嫌纵容公司员工性骚扰男童被起诉。国家情报局局长图尔西毫无情报工作经验，而且亲俄。12月，前 CIA 局长、国家安全局长迈克尔·海登在《纽约时报》发文声讨，情报工作不是业余爱好者的游戏。至于司法部长马特·盖茨被指控性侵后光速辞职，眼光独到的川普马上提名了邦迪作为新司法部长。好消息是，作为一名女士，她倒没有性侵丑闻，还曾在佛罗里达州担任过8年检察长，专业对口。坏消息是，这位美女检察长2019年果断辞职，帮助 Uber、亚马逊、卡塔尔政府、科威特 KJL 投资公司游说美国政府。只能说呀，这下游说工作更方便了啊！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啊。更离谱的是，特朗普小女儿的公公头尖尖的黎巴嫩裔商人布洛斯被提名为白宫中东事务高级顾问。特朗普的亲家美国私营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查尔斯被提名为美国驻法国大使。更炸裂的是根据前法国驻美大使杰拉德·阿劳的说法，他除了对法国一无所知外，最大的亮点是压根儿不会法语如法实锤了，属于是。总之整个团队基本是执政经验比较少，盟友位置不知道，语言风格比较闹，人均履历很闪耀。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需要什么人才我不清楚但看着这群共同爱好性侵的豪杰，我只能说祝他好运此处我有一联，上联山火军火与怒火，王者归来大坑怎么躲，下联趣闻笑闻和丑闻群英荟萃，没一个诗人。1月20日，洛杉矶山火肆虐了整整14天，3700公里外的美国首都，特朗普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国会圆顶大厅加冕，极寒笼罩下的华盛顿万里冰封。这是美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总统，就职前仅仅一句加关税就让加拿大特鲁多辞职跑路，墨西哥宣布减少进口亚洲货物，瑟瑟发抖的欧洲更是早早准备高举双手。欧洲汽车业呼吁与特朗普达成交易，避免贸易战。法国小马哥呢首次发声，敦促乌克兰考虑领土让步。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难的总统。2025年，美国军费飙到史上最高的8950亿，竭泽而渔的医疗集团每年消耗掉17%的国家 GDP， 最终导致了最大医疗 CEO 被当街枪杀。而川普本着商人逻辑，将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加入菜单的口嗨，更是成为搅动波诡云谲的世界大局的又一蝴蝶翅膀，并最终发展为特朗普总统前路的重重挑战。Thank you. Folks, credit for this, Mr. President, you or Trump? Is that a joke? Oh, thank you.